世子爷，雨太大了，轩哥有点受凉。再忍忍，快到家了。母亲和云清定会喜欢轩儿。青儿啊，轩儿外放3年，为国效力，辛苦得很。如今带了人回来，也是为裴家开枝散叶。沈氏温婉，又诞下长孙，功不可没。我的意思，就抬为平妻，与你姐妹相称，你也好有个伴儿。母亲说的是哪位沈氏？儿媳不知。国公府何时进了新人？青儿，妙云她跟了我3年，吃了不少苦。轩儿是我的骨肉，不能没有名分。你一向大度，大度？世子是说要我大度的接受你瞒着我，在外养了外室，还生了儿子，现在还要我笑着迎他进门，做姐妹。母亲，您要我认下这孙子，可以。滴血验亲，若真是裴家血脉，我认。至于这位沈姑娘，要么沈妙云永远是个通房，要么我走。放肆！云清，你善妒不贤，还敢顶撞婆母，质疑世子血脉。云清，你太让我失望。妙云温柔简易，从不争抢，你就不能学学她的柔顺？我永宁侯府嫡女云清，嫁你裴玄3年，恪守妇道，打理中府，换来的是你携继生子，宠妾灭妻。今日要么和离，我带走全部嫁妆，从此两清；要么沈氏永为贱妾通房，此生不得反正。你选。你个妒妇，不可理喻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青兰，我们走。小姐，别过来！裴玄、徐氏、沈妙云，你们加之我身的羞辱，贪没我嫁妆的嘴脸，我都记下。等着，你们欠我的，我要你们100倍偿还。小姐，这是您嫁妆产业这3年的总账，还有老奴暗中记下的国公府用各种名目支取的明细。48000两。是，多打着府中应急夫人寿辰世子打点的旗号，从咱们绸缎庄粮铺银楼支走，没还过一文，多半进了夫人徐氏私库。好一个应急！余叔，传我令：第一，从今天起，我名下所有产业断了对国公府的一切供给，一针一线都不行。第二，账上这些亏空给徐氏代话，10天内补还，不然我不介意拿着账本去京兆府，问问侵占儿媳嫁妆是什么罪。是，小姐早该这么干了。那世子那边，余叔，你人脉广，我要你暗中查裴玄外放郴州那3年，经手的事、接触的人，有没有不法勾当，尤其是跟钱财、女人有关的。老奴明白。小姐，还有一事，最近市井冒出个神秘组织，叫墨阁，专做消息买卖。阁主，莫公子行事诡秘，好像在高价收官员的把柄，尤其盯着世子。莫阁，莫公子，继续盯紧。夫人，那边把咱们定锦绣阁的几套头面，还有这个月的燕窝、雪河补解全截停了。木子掌柜说是东家的意思。反了他！你还真敢！去，停了他的月息银子，我看他没钱使唤，能硬气几天？是，大奶奶，夫人那边传话，说从这个月起，您院里的月例要按规矩减半。什么规矩？当初咱们小姐的嫁妆养着全府的时候，怎么不见讲规矩？没事，告诉母亲，我知道了。去，把给珍宝阁的图样和定金退回来，就说原定给夫人打的那套红宝石头面我不做了。是小姐，那套头面夫人念叨好久了，定金都交了。夫人，不好了！珍宝阁来人说，大奶奶退订了您那套红宝石头面，说是咱们府上现在开销紧，能省就省。什么？云清，好你个云清，你是要活活气死我啊！太后娘娘明鉴，云氏善妒不容人，竟当众逼我儿休妾，还拿嫁妆要挟婆母，实在不孝不贤，求太后替老身做主啊！裴云氏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回太后，臣妇嫁进裴家3年，自问恪尽本分。世子外放那会儿，臣妇一个人守着空房，操持家务，从没一句怨言。世子回来带了个女人孩子，婆母要臣妇认她做平妻，臣妇不愿乱了嫡庶规矩，这才起了争执，全是臣妇的错，甘愿领罚。徐氏，
裴玄带回来的女人到底什么身份？是良家女子，跟玄儿两情相悦。两情相悦，那就是外室了。没过明路，无媒无聘，生的孩子按律只能算庶出，沈氏连良妾都算不上。太后，你身为婆母，逼正妻认外室为平妻，嫡庶不分，才是败坏家风的根子。传哀家旨意，沈氏赐贵妾名分，安沈氏的心，但要记住妾室的本分，不得越界。裴徐氏治家不严，罚俸半年，小惩大戒。太后，裴云氏，你受委屈了，哀家知道你大度。裴玄子嗣单薄，哀家再赐他2个人替你分忧。你们2个赐给裴玄做妾，好好服侍世子和世子妃。臣妇谢太后恩典。太后为何这般帮我？那道视线是谁？世子，太后只给了妾身一个贵妾，还赏下2个宫里来的姐姐，妾身和玄儿今后可怎么办？行了行了，太后旨意谁敢违抗？你放心，在我心里你最重要，那2个就是摆设罢了。可世子妃今天得了太后撑腰，以后岂不是更……云清，她竟能请动太后，看来是我小看她了。夫人想打听裴世子外放郴州那阵子的事。是，价钱好说。巧了，这东西刚有人送来不久。郴州富商为了抢矿脉，贿赂当地官员。裴玄当时是周同之收了5000两白银，徇私枉法，还强纳了富商的女儿做妾。那姑娘受不了，自尽了，证据齐全。这东西不收钱，送你了。什么条件？没别的，就图个善缘。再送你个消息，裴玄正到处打点，想谋漕运视察使的缺，眼下正重金贿赂吏部刘主事。3天后，刘主事在醉仙楼天字坊有约。莫公子的好意我记下了，告辞。好有大奖啊！小姐，成了。听说世子给刘主事塞了5000两银子，事儿没办成，钱也没全退回来，反惹了一身骚。回府。小姐，这莫公子到底什么来头？为啥要帮咱们？不知道，但他这份礼送的真及时。这莫公子倒是个妙人。轩哥儿活泼可爱，养得真好。姐姐过奖了，小孩子就是闹腾。看到他，总想起我早夭的弟弟，要是还在，也该这么大了。姐姐还有个弟弟，父亲最疼他，留了块贴身玉佩当念想。他走后，那玉佩就成了遗物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可前些日子竟丢了，我这几天吃不下睡不着。姐姐别太难过，兴许就落在府里哪个地方了，慢慢找总能找到。不，那玉佩不只是念想，要是落到有心人手里，拿去做文章，怕是要牵连。哎，瞧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好好带孩子吧。原来不光是念想，还是把柄，你也有怕的时候。果然，父亲留下的另一半信物真在裴家手里。是父亲旧部的联络方式，怪不得这些年我暗中找几位叔伯，全都石沉大海。原来名单落他们手里了。小姐，现在怎么办？抄下来，原件放回去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我在上面加了几个编造的边关将领名字，还添了一句边关有异可联络，需谨慎。要是有人照着去找，
就是私通边将的罪名。小姐是想把水搅浑，把祸根埋回去，务必原样放好，一点痕迹都不能留。边关有意，可联络。边关将领私通外将，云清啊云清，你这是亲手把天大的把柄送到我枕边来了。有了这个，看你和你们云家救援还怎么翻身。好，这盆景色泽形态都是极品，难得你有这份心思，知道本宫就爱这些奇巧之物。长公主福寿安康，此物不过借化现佛，能入您的眼是她的造化。臣妇手镯亲手绣了这幅寿字，恭祝长公主千岁金安。徐书人，今日是本宫50整寿，你就拿这东西来敷衍本宫，还是说庆国公府如今连份像样的寿礼都置办不起了？长公主恕罪，臣妇绝无此意，只是近日府中事务繁杂，一时来不及备更好的礼。臣妇亲手刺绣，也是一片诚心啊。哼，诚心，本宫看你是怠慢，拿着你的诚心回府好好反省吧。来人，送徐庶出去。姐姐，原来你在这儿，让妹妹好找。哟，这是哪位？瞧着面生，是哪家的夫人？姐姐忘了，这位好像是庆国公世子新纳的那位贵妾，好像是姓沈。哦，原来是沈姨娘，一个妾室也能来长公主的寿宴，还叫世子妃姐姐，这规矩庆国公府真是与众不同啊。那天在宫里我就看出来了，你这性子对我胃口，不像那些装模作样的贵女。裴家那老婆子，还有裴玄，真不是东西。还有那个沈姨娘，哭哭啼啼的，看着就烦。公主快人快语，那日多谢太后娘娘主持公道。皇祖母是看不惯他们欺负人，也是因为……不过我觉得，帮你的人可不止皇祖母。公主此言何意？我皇兄啊，他心里头好像一直藏着个人，宝贝的跟什么似的。登基好几年了，后宫空荡荡的，一个妃嫔都没纳，朝臣急得跳脚，他也不理。那日你出宫，我好像瞧见皇兄的玉辇就在不远处，轿帘晃了一下，他好像往你轿子那边看了一眼呢。公主说笑了，陛下天威浩荡，岂是我等臣妇能议论的？许是公主看错了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别放心上。总之呢，我看你顺眼，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。裴家再敢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，我替你出气。我好歹是个公主，怼他们几句还是够的。不知公主殿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，还请恕罪。哦，是裴世子啊，本宫是来找云清说体己话的，跟你没关系，不必多礼。是。公主与内子要好，是她的福气，也是我裴府的荣幸。荣幸可别这么说，你们裴府门槛高，规矩大，宠妾灭妻，婆母刻薄，本宫脾气不好，可高攀不起。云清，我宫里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，记得常来找我玩。滚出去！云清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长公主寿宴上，你让我母亲丢尽脸面，
永乐公主成了你的座上宾，你还有多少手段我不知道？你还勾搭了谁？世子喝醉了，请自重，出去。出去！这是我国公府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。别以为有几个人给你撑腰，我就动不了你。今晚我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的天。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侍奉夫君是你的本分。圣旨到，急召庆国公世子裴玄即刻入宫觐见。世子爷，快开门接旨，陛下急召，耽误不得啊！是你搞的鬼！陛下深夜急召，必是军国大事。世子难道想让陛下和传旨公公一直等在门外吗？小姐，青兰，你听见了吗？圣旨，陛下急召，听见了。再晚一步，不是巧合，这绝不是巧合。太后寿康宫训斥撑腰，永乐公主突然到访示好，莫格送来裴玄罪证，透露消息让我截胡官职，还有今夜这道救命急诏。莫公子，你究竟是谁？是手握财力的皇上，能左右圣意，深夜驱使太监传旨的皇上，还是说你根本就是……陛下口谕，着庆国公世子裴玄即日起协理京郊马场修缮事务。世子，请回吧。公公，陛下深夜急召，就为此等小事，可否容臣面圣？陛下罚了，已安歇。世子请。边关异动，这份名单必须要送上去。裴大人，对不住，长没长眼？裴大人好大官威，不就是个协理马场的闲差吗？你说什么？小心！啊！我的儿啊，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！世子右臂臂骨碎裂，伤势极重，老夫已尽力节续固定，但即便愈合，也恐难恢复如初。提笔握剑，怕是都难了。不可能！太医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他还要当官，还要光耀门楣啊！伤筋动骨，尤其是臂骨，能保下已是万幸。至于日后，且安心静养吧。小姐，太医的诊断怕是废了。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太医说了，世子的手普通药只能防烂，要想好一点，非得请太医院刘院判用金针不可。那就赶紧请啊！刘院判年纪大了，早就不接诊了，除非皇上亲自下旨，或者永宁侯府拿老交情去请。我可以写信回娘家，请动刘院判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和离。你签字，我马上派人去请刘院判。你不签，世子以后就算只剩一条胳膊，也跟永宁侯府没关系。你这是趁人之危！这交易，我一封信换你儿子一只可能治好的手，很公平。好，我签。可请刘院判的花生5000两诊金，我先垫上。余叔，签字按手印，银票和信马上给你。和离想卷着嫁妆体面走人，做梦！裴玄废了，老婆婆签了和离书，要是这时候云清被人抓到私通外男，名声臭了，和离就作废，她搞不好还得被沉塘。到时候世子夫人的位子，还有裴家所有东西，都是我和轩儿的。小姐，
外头开始传些闲话，说您因为世子重伤，耐不住寂寞，跟人不清不楚，虽没点名，但传的有鼻子有眼儿。终于来了，比我料的还慢点儿。小姐，要不要？不用，你马上去办2件事。第一，用我的名义给莫格递帖子，约莫公子明儿午时在御品坊天字雅间见面谈账目。是。第2件呢？第2，让你安插在小沈氏院里的人装作无意，务必让小沈氏的心腹丫鬟听见，就说世子妃明天要去御品坊私会外男。小姐是要请君入瓮，去吧。姨娘千真万确，奴婢亲耳听见世子妃院里的嫂撒婆子嘀咕，说明儿午时世子妃要去御品坊私会一个戴面具的男人。御品坊，好，太好了，老天都在帮我。管我知道没用，你赶紧把这话透给正人，尤其要让夫人知道，就说世子妃明天要去私会姘头，上来卷了银子跑路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公子，戏台搭好了，就等角儿上场。夫人好算计，连在下都成了你棋盘上的子。公子不是早就在局里了？从你头回送我东西起，今儿不过是再添把火。好你个不知廉耻的贱妇，大白天就敢在这私会奸夫！姐姐，你怎么对得起世子？世子还重伤躺在床上，你倒跑来跟外男幽会，血口喷人。徐夫人、沈姨娘，你们带人硬闯我铺子雅间，污蔑主母冥界，该当何罪？你的铺子都看清楚了，这御品坊地契上写的是我云清的名字，是我娘家陪嫁的铺子。今天我是来跟合伙经营此铺的莫公子对账，有什么不行？没错没错，这位夫人就是本店东家莫公子12东家，常在这儿谈生意。沈氏，你一口一个我私会外男，坏我名声，你敢不敢跟我赌咒？你沈妙云当场自扇10记耳光，滚出御品坊，这辈子别再踏进一步，你敢不敢？你倒是说话呀，怕什么？我要是冤枉你，就自己打自己耳光。好，大家都听到了，做个见证。滚！夫人，好魄力！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在御品坊私会外男，连簪子都慌得折了，这就是铁证。婆母就凭一支断簪，认定儿媳有私，不然呢？这难道不是你的？青兰，儿媳的金簪一直由青兰贴身收着，今早出门前还看过，好好的。怕是有人照着样子仿的，想栽赃吧？可惜啊，样子能仿，分量仿不了。这府里处处算计，步步陷阱，儿媳心寒了，今天就搬回永宁侯府。你敢？你生是裴家人，死是裴家鬼！国母要是非拦着，儿媳只好把这些您私下放印子钱，利息高过朝廷规定的借据，送去京兆府，让府尹大人算算，查一罚3，庆国公府卖光家产，赔不赔得起？青兰，走。小姐，咱们可算离开那个吃人的地方了。是啊，可树欲静，风偏不停。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太后娘娘宣您马上进宫。
好孩子，哀家知道你心里苦，在裴家受了大委屈。臣妇不敢，谢太后娘娘垂怜。什么垂怜不垂怜的？哀家是心疼你。皇帝他4年前宫宴那晚，你受惊坠马，是他不顾安危冲上去救了你。自那以后，他眼里心里就再没装过别人。他这些年不易，用莫公子的身份暗中寻你护你，也是迫不得已。他那性子，认定的事儿，石头牛也拉不回。你臣妇云氏参见陛下，冲撞圣驾，罪该万死。都退下。起来。怕朕？陛下天威，臣妇惶恐。从前不知是你，多有冒犯，求陛下恕罪，请陛下放过臣妇。放过我，朕等了4年才找到你，云清，这辈子你逃不掉。小姐，您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了。陛下他真的是莫公子？除了他，谁能调动太后驱使公主，还能半夜下一道急诏的圣旨？我早该想到的，可陛下对您好像……那是陛下天威难测，军心似海，更何况我现在还是裴云氏，这身份就是挣不脱的枷锁。启奏陛下，近日京中流言纷扰，有伤风化，尤以某些内宅妇人不守妇道，攀附外男，闹得满城风雨，实乃世风日下，有损。朕看是有些人俸禄太高，吃饱了撑的。国之大事，边关民生不管，专盯着妇人规折嚼舌根。朝廷养你们，是让你们当长舌妇的。传旨，皇城司督察员即刻彻查流言源头，凡官员及其家眷有散布传播污人冥界者，一经查实，无论官职，一律革职，严惩不贷。再有敢妄议者，视同欺君。云清，你猜今早大茶会怎么着？皇兄发大火了！皇兄发大火，就为了那些乱说你坏话的烂人。桌子拍得震天响，全给收拾干净了。这下我看谁还敢背后嚼舌根。皇兄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，这次为你动这么大肝火，可是头一回。我看他是铁了心了，未来皇嫂，你就从了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永宁侯府云氏女卿，性秉真静，德章贤淑，孝悌克全，仍规格典范。特赏赐东海明珠10箱，江南云锦至今镶嵌宝章头面4副，翡翠玉如意2对，钦此。侯爷，云姑娘被陛下亲赐真静贤淑、规格典范的匾额，赏了足足10车的奇珍异宝。陛下赏赐云清真静贤淑、规格典范，他真攀上高枝了，竟攀上天了！陛下是在告诉我，有他在，没人能再欺负我。这份心意太重了。小姐，陛下的赏赐是泼天的荣耀，可少爷在死牢里，情况糟透了。我们的人拼死递出消息，有人要在狱中动手灭口，就在这2天。余叔，备车，我要进宫。不，想办法把消息递进莫阁，或者直接送进宫里。我要见陛下，今夜就得见。是。
夫人，只能一炷香，最里头那件是重犯，您千万别弄出动静。有劳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啥关在这儿？打了条疯狗。家里还有谁？山里猎户养大的，没爹没娘。永宁。小姐，查清楚了，那少年叫阿征，西山猎户养大的，天生力气大。上个月在西市为救一个被当街欺负的卖唱女，打伤了南阳侯的侄儿。那姑娘是庆国公早年一个外室生的庶女，叫裴韵，一直养在外头。裴玄的妹妹。正是。南阳侯因此记恨，罗织罪名把她扔进死牢，还用了重刑。另外，老奴找到那猎户的旧邻居，说猎户喝醉后提过，阿征是他10几年前在山涧边捡的，当时裹着块极华贵的锦缎襁褓，不像普通人家的孩子。孩子后颈有一块红色胎记，形状像跳动的火苗。红色火焰型的胎记，我弟弟后颈就有一块。玉叔，快准备一下，我再去天牢。这次无论如何，我也要问个明白。昨天那个香囊，你捡到了吗？那是我父亲永年侯的东西，他活着的时候从不离身。你后颈靠近肩膀那儿，是不是有块红色胎记，像火焰那样的？你认识香囊的主人？你到底是谁？动手，赶紧点！退后！弟弟，阿征，我是阿简，我是云清，我找了你10几年啊！姐，这真的是你？带走，这地方危险，先救人。陛下，云公子外伤极重，内府也有阵伤，今夜肯定要发高烧，凶险得很。用最好的药，不惜代价。是，微臣明白。阿姐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爹，娘别走。臣妇谢陛下隆恩。公子伤势稳住了，接下来得静养，千万别用力。阿征，我带你回家，回永宁侯府。
青儿，这少年是谁？伤成这样，带进府里不合适吧？就是，瞧这一身伤，来路都不清不补。哼，咱们侯府可是清贵门第。这是阿征，我亲弟弟，父亲的嫡子。什么？亲弟弟？晴儿，你糊涂了吧？你弟弟早就……再说，你一个出嫁女，凭什么带个不明不白的人回来认亲？是不是看老爷不在了，想来谋夺家产？爹娘，别这么说姐姐。姐姐在裴家受了委屈，如今能得贵人相助，救出这位弟弟，想必也费了不少心。只是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由头才好，免得外人说闲话，坏了姐姐和那位贵人的名声。我的事轮不到你们操心。第一，我云清已与庆国公世子和离，这是盖了官印的和离文书副本。第二，我弟弟的身份自有铁证，你们不是要由头吗？行，明天4时开祠堂，请族中各位叔公长辈当众验明，看看到底是谁心怀鬼胎，阻挠我云家嫡脉归宗。云清，你说这孩子是永宁侯府嫡脉，拿什么证明？这是我和庆国公世子的和离文书，官府已经验过，是真的。我现在不是裴家媳妇，是云家女儿，有权管娘家的事。请云福伯进来。太像了，这眉眼，这鼻子，跟侯爷年轻时候一模一样，老奴不会认错。一个老眼昏花的下人说的话，怎么能当证据？这是我爹留下的龙凤佩。是侯爷亲手雕的，当年侯爷画了图样，亲自打磨，就为了给2位小主子做信物。最后，请阿征让各位长辈看看。没错，就是小少爷。当年出师，老奴亲眼见过，就是这块胎记。胎记玉佩，旧图指认，再加上容貌相似，铁证如山，这孩子就是永宁侯府嫡长孙云峥。从今日起，云峥认祖归宗，为永宁侯世子。在他成年袭爵之前，侯府一切事务由我云清暂代掌家。等弟弟能独当一面那天，我自会交还。各位叔公有意见吗？云清，你个毒妇，给我站住！裴世子，有事。你趁我重伤在床，逼我娘签和离书，还想卷走我家产。告诉你，那不算数，我不认。你生是我裴家人，死是我裴家鬼。无耻！和离书是你娘徐氏亲手签字画押，官府盖了印，轮不到你反悔。我跟你裴家早就一刀两断。我娘是被你吓得不算数，我没点头，这婚就离不成。别以为攀上高枝就能跑。圣上有旨，宣永宁侯府云氏庆国公世子裴玄即刻入宫见驾。云清、裴玄，你们在街市上吵吵嚷嚷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明鉴，微臣卧病在床，臣妻云氏不但不照顾，反而趁机逼我娘签和离书，想甩了我就走。这种不贤不德的女人。陛下，和离书是双方自愿，官府也认证了，臣女跟裴世子早已恩断义绝，求陛下做主，准我彻底脱离裴家。云清，你真铁了心要和离，跟裴家再没关系？是，绝不可能回头。陛下，他在胡说，我裴家从没亏待过他。好，裴玄口口声声说裴家没错，是云清污蔑，那朕今天就给你们一个公道。云清，朕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跟你做个见证，你敢不敢当众列出裴家3桩罪，3条他们不配当你夫家，不值得你依靠的实证？要是你证据确凿，3条都成立，朕让裴玄当场跪着递上和离书，昭告天下，还你清白。但只要你有1条站不住脚，朕就判这和离无效，你必须回裴家。云清，
这一赌赌的是你一辈子，你敢应吗？云氏，你状告裴家第一罪，贪墨欺氏嫁妆，可有实证？有，请大人传唤民女裴家的锦绣阁赵掌柜、风玉良行李庄头、永发银楼孙掌柜。大人请看，自3年前小姐嫁入裴家，国公夫人便以府中添置、世子打点等名目，从锦绣阁支走上等绸缎、皮货，折银18000两，从未归还。风玉良行3年被支走米粮干货，折银22000两，账上记的是公账，实为夫人私用。永发银楼被支驱现银、头面首饰，折银45000余两。大人，这是汇总账目，3年来裴家以各种名目从臣女嫁妆中侵占挪用的银钱物资，总计98700两，每笔都有经手人画押、铺子印章为证。徐庶人，对此你有何话说？胡说，全是污蔑，那些都是家用。他既进了裴家的门，他的东西不就是裴家的？我用点怎么了？裴世子，你年俸不过800两，庆国公府名下产业岁入多少，你心里清楚。这近10万两的亏空，到底用在哪儿了？是填了你们挥霍无度的窟窿，还是养了不该养的人？莫非我永宁侯府的嫁妆生来就该填你裴家这个无底坑？云氏，你告的第一桩罪，本官已记下。这第二桩宠妾灭妻，内为不小，可有实证？有，请大人传人证。民女陪嫁丫鬟青兰，还有放归的老嬷嬷赵氏，另请查验物证。大人，奴婢亲眼所见，沈姨娘进府后，当着下人面说小姐不得世子欢心，还故意打翻过小姐的药碗。老奴也能作证。徐夫人逼我家小姐点头抬沈氏做平妻，说不答应就是不孝。这是太后当年亲裁的懿旨抄本，明令沈氏仅为贵妾，不得僭越。还有内务府存档，记录太后赏了2名宫婢给裴世子为妾，请大人过目。太后早有定断，内宅礼法分明，可裴家母子阳奉阴违，纵容妾室踩主母头上，家里上下没个规矩，纲常乱成这样，还怎么称得上是家？还怎么在世上立足？待审视。沈氏，证词所言，太后懿旨所载，你认不认？我没干，是他们陷害我。世子夫人一直看我不顺眼，容不下我。闭嘴！要不是你天天挑拨离间、搬弄是非，我又怎么会跟夫人闹成这样？全是你这个祸水惹的！世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明明是你！肃静，公堂之上，成何体统？大人，前2桩罪，裴家德行有亏，内宅不宁，但这第3桩是勾结边镇大将，暗通款曲，意图不轨。云氏，此言非同小可，证据何在？这是裴玄与镇北侯的秘密往来书信，里面提到边关战马、粮草私下交接，还有好几处话，明显在打探北疆防务调度，请大人查验笔记和印证。伪造，全是伪造的！是云清这贱人陷害我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镇北侯。笔记能仿，印证难造假。世子既然说是假的，敢不敢跟镇北侯当面对质？想必他现在也收到风声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侯一事即刻移交大理寺严查彻办。庆国公世子裴玄所涉诸罪，查实之前削决一等，革去所有职衔，禁足府中，听候发落。钦此。隶书人裴玄，谨立此和离书，与妻云氏结缘3载，本应恩爱，但玄德行有亏，内为不修，早断情分，彼此生厌。今日愿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再无相干。恐日后无凭，特立此书为证。这份脏了，我不要。我要的是官府任，天下见，干干净净，彻彻底底，再没半点牵扯的字眼。镇北侯勾结外藩，证据确凿，以下诏谕：庆顺伯裴玄，身为从犯，本应重处。念人其母徐氏检举有功，实为云其操作，且未直接参与逆谋，特加恩，免其死罪。
着革去一切爵位，贬为庶人，圈禁府中，永不叙用。钦此。徐氏，你私放印子钱，盘剥百姓，证据确凿。按律查1罚3，这是罚没清单。府中田产、店铺、现银即刻抄没充公，抵偿罚金。不能啊！这都拿走了，我们可怎么活啊？贱人想跑！放开我！这鬼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！你个废物，活该！我废物？你这个……我早就查清楚了，轩哥根本不是我的种，是你在陈州跟那个马夫狗会生的野种，你骗得我好苦！是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薄情寡义，自私自利，你落到今天，全是报应！小姐，裴家彻底垮了，裴玄和沈氏天天闹得不可开交，徐氏病倒在床上起不来，京城里没人再提什么倾国公府了。知道了，咎由自取罢了。太后娘娘懿旨，永宁侯府云氏进献寿礼有功，特 A 进入宫，赴太后寿辰夜宴。臣女领旨，谢太后恩典。你来了，参见陛下。免了，这儿没外人。人比花娇。臣女参见陛下，云姑娘也在啊。云姑娘真是好福气，竟能得陛下亲手簪花，这可是天大的体面。只是听说姑娘刚与庆顺伯府和离不久，这般抛头露面，难免惹人非议，对姑娘名声甚至陛下威仪，怕是都不太妥当。姑娘还是稍避些风头为好。苏小姐这话是在教朕怎么做事，还是在教朕该怎么待客？臣女不敢，是臣女失言，请陛下恕罪。走吧，宴席快开了。昨日御花园的事，哀家听说了，皇帝待你确实不同。陛下仁厚，对臣女多有照拂。不仅仅是照拂，哀家是皇帝的生母，他的心思哀家看得明白。正因如此，有些话哀家必须对你说。哀家已为皇帝选定了皇后人选，苏相嫡女雪柔，端庄贤淑，可母仪天下，另选了郭将军之女为妃，以安母将之心。皇帝的后宫关系国本，不容有失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过往也吃了不少苦，如今大仇得报，弟弟也认祖归宗，该好好过自己的安稳日子了。皇帝那边你该知道如何做，主动离他远些，对你、对他、对朝廷都好，莫要因为一时情迷，成了旁人眼中的祸水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惶恐，臣女从未主动靠近陛下，所求不过家人平安，余生安悔。陛下心意如何，乃天意君心，非臣女一介民女所能左右，更不敢妄图影响。臣女此生但求行事问心无愧，能得一方清静，安稳度日，便足矣。好一个问心无愧！你可知你的安稳可能会动摇国本？皇帝若为你执迷，你担得起这千古骂名吗？你先出去。皇帝，你为了他，连规矩体统都不顾了。你是一国之君，你的婚事是国事。哀家今日就把话说明白，你若执意要他，除非哀家死了。大儿子此生非他不娶。4年前宫宴金马，
儿子救下她时就认定了她，若不能娶她为妻，儿子宁可终生不立后不纳妃。这万里江山，儿子要，他儿子也要，请母后成全。臣妇云氏参见太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云氏，你可知罪？臣妇惶恐，不知娘娘所指何罪。抬起头来，看着哀家的眼睛说，你安分守己，从未招惹不该惹的人。臣妇自问克己复礼，不曾僭越。哼，好个克己复礼！哀家问你，你与皇帝私下可有来往？娘娘明鉴，臣妇从未见过圣颜，何来私下来往？不知是何人散布谣言，玷污陛下英名，请娘娘彻查。还敢狡辩！皇帝待你如何？满宫上下有目共睹。你一个臣妻，让他屡屡破例，还敢说无辜？陛下仁厚，对臣下多有照拂，此乃臣妇之幸，绝无非分之想。好，哀家给你机会，现在立刻去宫门外跪着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进来回话。宁可终生不立后。为什么偏偏是你，陛下？我们不该相遇的。陛下驾到！滴上凉，起来。别怕，有朕在。臣妇庆国公府世子夫人云氏，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安。跟朕进去。皇帝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哀家这个母后？母后，儿子正是敬重您，才必须来这一趟。你看看他，一个臣妻，让你连帝王体统都不顾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朕知道，朕喜欢她，想娶她做皇后。你是要学那昏聩的高祖皇帝，为个女人背负千古骂名？他不一样。4年前江南，若不是他拼死相救，儿子早就死在霍氏母子手中了。这条命是他给的，这份心意也是儿子自己动的。母后，强求的人是我，与他无关。你先出去，哀家有几句话要单独问他。朕就在外面。云氏，哀家现在给你2条路。1，从今日起彻底远离皇帝，断了所有念想。哀家保你后半生富贵平安，即便和离，也可在京中安稳度日。2，若你执意纠缠，即便将来有机会入宫，也至多为妃。而且皇帝必须即刻选秀，充实后宫，立后纳妃，雨露均沾。选吧。臣妇选第1条，待与裴世子了断，臣妇即刻离京，永不回返，恳请娘娘成全。再说一遍。陛下应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广纳后宫，延绵子嗣。臣妇残花败柳之身，不敢玷污天颜，愿远走他乡，永不放肆！母后，儿臣先行告退。
么想逃？朕在你心里就如此不堪，让你连一丝机会都不愿给？不是不堪，是臣妇不配。陛下，皇室不能再出一个君夺臣妻的帝王了，求您放手。朕若偏不放手呢？听着，与裴玄和离后，入宫伴驾，这不是商量，是圣旨。陛下，庆国公夫人徐氏在宫门外哭求见，状告世子夫人云氏私赠贴身信物，与外男有染，求太后和陛下做主啊！传，朕倒要看看他能拿出什么证据。太后娘娘，您可要为臣妇做主啊！那云氏她简直无法无天。究竟何事？哭哭啼啼成何体统？娘娘，云氏心爱的那只牡丹金簪，前几日莫名不见了。那簪子她平日从不离身，突然没了，定是送给了奸夫做定情信物。你有何证据？证据就在玉品阁，那铺子就是他与奸夫私会的地方。他隔三差五就往那儿跑，一待就是大半天。若没鬼，谁信？去，把云氏叫来。臣妇参见太后娘娘。徐氏状告你丢失贴身金簪，是赠与了外男，可有此事？回娘娘，金簪之事，妾身自有交代。只是徐夫人空口指认，便断定妾身思乡受肉，未免武断。你少狡辩！那簪子呢？你拿出来啊！娘娘，既然徐夫人一口咬定御品房有奸，臣妇愿与她当场对质，以证清白。准。谢娘娘。沈妙云，这次定要你自食恶果。青兰，事情紧急，我房里那只牡丹镶嵌红宝石金簪的图样，你立刻拿去，找西街的陈老匠人，让他连夜赶制一只一模一样的出来。是，姑娘，要完全一样吗？不，让他故意在左侧第3片花瓣上做出夏薇的磕碰痕迹，像是摔过又修补过的。记住，痕迹要自然，像是无心之事。奴婢明白。徐氏那边我们如何应对？他不是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吗？你想个法子，让那眼线偶然听到我明日适时要亲自去御品坊盘上个月的账，还要见一位从江南来的贵客，商议一批要紧的货。姑娘，此计虽妙，但若沈氏不来，或者来的人少，他一定会来，而且会带足人手。沈妙云恨我入骨，又急于扳倒我上位，这样捉奸在床让我身败名裂的机会，他绝不会放过。小姐，沈姨娘带着人来了，足足7、8个粗使婆子，还有她那个表妹卢燕也跟在后面，一群人气势汹汹，已经到街口了。看清了，来了多少人？连沈姨娘和卢燕，一共9个。那些婆子个个膀大腰圆，眼神不善，摆明是来抓人闹事的。来得正好，我正愁他不敢来呢。按我们昨日商议的办，等他带着人一进铺子，你看我眼色，就让人把前后门都关上，但别锁死，留条缝。告诉伙计和绣娘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上楼，更不许放和外人上来。今天我就要在这御品堂，让他这个自视甚高的贵妾，清清楚楚、永生永世的记住，妾永远是妾，以下犯上要付出什么代价。都出这干啥？把你们铺子里最好的首饰拿出来，本夫人要挑。沈姨娘，
楼上是东家私人地方，不对外开放。私人地方是藏了野男人不敢见人吧？让开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没人？搜完了。你把奸夫藏哪儿了？沈姨娘，你一个妾室，无凭无据，带人强闯我的铺子，污蔑主母通奸，按律我能把你贬为奴籍，发卖出府。不过我给你个机会，现在拿不出奸夫，就跪下自扇20个耳光，为你今天的冒犯赔罪。你敢？要么认罚，要么我现在就去礼部请官来判。这么多夫人小姐看着，你选。我认罚。这只是利息，你儿子轩哥儿，我们慢慢算。姑娘，国公府那边出大事了。说，是裴世子，他在青州剿匪途中遭遇埋伏，中了贼人的圈套，混战中右臂被贼人的后背砍刀狠狠劈中，据说深可见骨。随行的军医看了，说筋骨尽断，经脉也毁了，就算华佗在世，右臂也保不住了，彻底废了。人呢？现在在哪儿？已经用快马加急抬回国公府了，一直昏迷不醒。徐夫人听到消息，当场就尖叫一声，喷了一口血出来。现在府里乱成一团，哭呼声、叫骂声简直翻了天。彻底提不起刀，拉不开弓了。千真万确。传话的小厮说，军医当着好多人的面摇头，说世子以后莫说上阵杀敌，就是提笔写字，怕是都艰难了。备车回国公府。姑娘，您这是要回去？现在那边正乱着，徐夫人又在气头上，您回去岂不是？我这位夫君为国效力，不幸重伤垂危，生死未卜。我这个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，于情于理，岂能不去好好探望一番，表一表我的关切之忧？太太，世子情况如何？云氏，你终于肯来了！顾元首呢？你不是带去请顾元首吗？人呢？太太，请顾元首并非易事，需要打点。昨日沈姨娘那1万两是真金，可要请东院首亲自过府，并确保她静心医治。这点银子怕是不够。那你还想怎样？要多少？你说。我不要现银，我要世子从北京带回来的所有田庄、铺面的地契，还有他在西市那2间最赚钱的绸缎庄和酒楼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那些是玄儿的私产，是他在军中立功得的赏赐。是私产重要，还是世子的胳膊前途重要？太太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交出这些东西，我尽力去请顾元首，否则……好，我给你。福嬷嬷，去把世子书房暗格里的那个紫檀匣子拿来。拿去，现在立刻去请顾元首。若我儿有个3长2短。太太放心，我既收了东西，自会尽力。您安心等消息吧。云氏，若我儿此番真有什么不测，我拼了这条老命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要你永世不得超生！2件事都查清了。说。第1件，徐氏上钩了。卢夫人牵线，
他今天下午偷偷用私印跟地下钱庄签了份合伙经营的契约，实则是封印子钱，本金5万两，利钱高得吓人，合约和经手人的口供都拿到了。这是朝廷明令禁止的重罪，揭发出去，庆国公府满门抄斩都不冤。好，第2件呢？北京飞鸽传书到了，我们的人找到了当年伺候沈氏的婆子，也拿到了沈氏那位表兄的画像，比对过了，轩哥儿的眉眼跟画上那人有7分像。更关键的是，沈氏当年说是早产，可稳婆记得清楚，药方也写着生产日子根本对不上，轩哥儿不是足月生的。裴玄，你视若珍宝的儿子竟是个野种，真是报应。是时候彻底了结了。明天一早派人去庆国公府递帖子，就说我请徐夫人过府一叙，有要事相商，关乎他裴氏满门的生死。云氏，你搞什么名堂？雪儿还昏迷着，你不在府里伺候，把我叫到这儿来做什么？顾院守呢？你请的人呢？太太别急，先看看这个。这是你从哪里弄来的？从哪里弄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白纸黑字写明了您私自放贷，金额高达5万两。太太，您应该比我更清楚，私放印子钱按大卫律该当何罪？你陷害我！合约是您亲自签的，印是您自己盖的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何来陷害？以此罪论处，庆国公府满门抄斩，株连3族。签了这份和离书，把你昨日给我的那2间铺子的地契也一并交还，然后我保你裴家平安，并且立刻去请顾院守过府为裴玄诊治。夫人不好了！世子爷他突然呕血不止，脸色发青，眼看就要不行了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夫人，你快回去啊！世子怕是不成了，大夫都摇头了。我欠，地契也还你，求求你，快请顾院守救救我儿！备车，去顾府。我会遵守承诺，至于世子能不能挺过去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终于自由了。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陛下在您房里已经等了快1个时辰了。刚出狼窝又入，不是猛虎亲自下山登门入室了。拿到了，给朕看看。陛下，您这是……放朕这儿保管，免得你粗心弄丢了，或者用它做法子，偷偷跑到朕再也找不到的天涯海角去。现在你只是云清，
小姐，小姐您好了吗？三小姐云瑶突然来访，已经到前厅了，说是有要紧事，必须立刻见您。瑶儿见过长姐，这么晚来打扰，还请长姐勿怪。三妹客气了，快坐。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听闻长姐今日终于得偿所愿，与裴世子和离归家了，妹妹特来道喜，也来看看长姐可还安好。有劳三妹挂心，不过是脱离苦海，谈不上喜，但求心安罢了。长姐如今恢复自由身，可有何打算？宫里似乎有意在筹备选秀了，咱们侯府总不能一个参选的人都没有吧？选秀是国事，自有陛下和礼部定夺。至于侯府，爵位未定，说这些为时尚早。长姐说的常说，不过府荣耀须得众人维护。妹妹不才，也愿为家族尽一份人选事，只是不知此事关乎侯府根本，需从长计议。三叔和三妹的心意，我明白。今日叨扰，改日定当回请。长姐房中的熏香清雅别致，似乎还隐隐有一丝龙涎香的贵气呢，不知是京中哪家香铺所制，妹妹也想寻一些。龙涎香许是我装匣里还存着片御赐的香饼，年节时拿出来熏过衣裳，沾染了些许气味吧。三妹若是喜欢，我让人包点别的送你。不必麻烦长姐了，妹妹只是随口一问。长姐留步，妹妹告辞。龙涎香乃帝王专用，气息独特，绝不可能记错。萧狠，你果然在他房中停留过。云清，我的好长姐，你竟不声不响攀上了这样的高枝。父亲，女儿方才试探过了，云清她果然和陛下有染。我在她身上闻到了龙涎香，若不是陛下亲临，她一个刚和离的妇人，从哪沾上这东西？果真，若她真得了圣心，那袭爵的事，还有女儿入宫的路，就全完了。陛下若一心护着她，侯爵之位必定落到他手里的人头上，到那时，我们三房还有什么指望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明着跟他作对，他现在风头正盛。明着当然不行，父亲，我们必须拉二叔下水。二房被云清打压的最狠，云月又被送走，他们恨云清入骨，我们只需递个话过去，让他们打头阵，找个机会在爵位定下前，最好在他入宫前让他意外消失。一个无子无靠的和离妇人，死了也就死了。到时候只侯府里我们两房，父亲您年长有为，女儿再设法入宫得宠，爵位和荣华还不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就依你所言，这事必须做得干净，绝不能留把柄。小姐，三小姐今晚来的不对劲，问的话句句带刺，怕是察觉什么了。我这个三妹从小心思就多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主意打到我头上。我本念着血脉亲情，父亲走后，侯府败落，我只想稳住家业，给弟弟妹妹留条活路，也给自己挣个安身之处。可他若非要挡我的路，拿我的命换他的前程。父亲说过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，除恶务尽。云瑶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。母亲当年早产的事，还有那个失踪的婢女云娘，有眉目了吗？小姐，正要禀报，我们派去寻云娘的人在江南一处小镇找到了疑似她的人。奇怪的是，我们的人还没接触她，就发现她也在暗中打听京城永宁侯府，特别是小姐您的近况。哦，她反应如何？据回报，她听到侯爷战死，小姐您出嫁又和离的消息时，猛地站起身，眼眶红了，眼泪掉下来，嘴里念着报应，哭了小姐之类的话。还有呢？更奇的是，这位云娘不是一个人住，她跟一个18、19岁的猎户少年一起过日子。那少年名叫云峥。那个云峥是不是个子高，眉骨突出，脸上有边地人的硬朗劲儿？大概这么高。小姐怎么知道？探子传回的描述跟您说的几乎一样。
云勇是当年护送母亲去别庄养胎的护卫之一。弟弟夭折后，他就因护主不利被赶出府，不久就传他病死了。如果他没死，如果云娘当年带走的不只有自己，还有……于伯，我要立刻见到他们。那个云峥，他很可能是我失散多年，以为早就没了的亲弟弟。小姐，出事了！派去接应云峥公子母子的人传回急信，说云峥公子在老家卷进了一桩人命官司。人命官司，说清楚。镇上富户的儿子死了，有人指认云公子是凶手，县衙已经定案，判了秋后问斩。云娘知道后，天天击鼓鸣冤，可没人管，还被衙役打了一顿，现在连镇子都出不来。秋后问斩，草菅人命。云峥刚回乡几天，怎么会突然成凶手？案子判得这么快，连申冤的机会都不给。这不是巧合，有人不想让云峥活着进京，更不想让云娘开口说话。小姐，您是怀疑？不管是谁，手伸得太长也太狠。于伯，小姐吩咐。第一，马上动用我们在刑部和大理司的关系，把案子提到京城重审。第二，加派人手，最短时间内把云峥和云娘秘密带到京城，藏在绝对安全的地方。记住，是安全，少一根头发，唯你是问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不管你是谁，躲在暗处的魑魅魍魉，你想杀人灭口，想断我的线索，做梦！我云清在此立誓，绝不让你再碰我在乎的人一下。这笔账，我们慢慢算。退至百步外守后，无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陛下，不可！云公在上，晚辈萧痕今日冒昧前来拜谒。晚辈心慕令媛云清，情之所钟，非他不可。此生唯愿娶她为妻，爱之重之，护她一世周全，免她惊，免她苦，免她四下流离，免她无枝可依。此心天地可见，山河为证，望云公成全。现在你亲眼看见了，亲耳听到了，朕以天子之尊，在你父亲面前起誓，你还要把朕推开，还要一个人逃得远远的吗？万寿节就快到了，宫里正在筹备宫宴。哀家听说你琴棋书画皆有涉猎，尤其一曲惊鸿舞，颇有当年你姑母的风采。臣女技艺粗浅，只是闲时学着玩，不敢与舒太妃相提并论。不必过谦，好好准备，到时在宫宴上若能拔得头筹，让陛下和众臣眼前一亮，哀家便向陛下进言，以你永宁侯府嫡女的身份，又有才貌，出封为妃也不是难事。臣女叩谢太后娘娘隆恩，娘娘厚爱，臣女没齿难忘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哀家一向喜欢。这宫里啊，看着花团锦簇，实则步步惊心。入了宫，要知道谁是你的依靠，该站在哪一边，也要知道谁是你路上的石头，谁挡了你和你们云家的路，就必须得扫清。太后娘娘教诲，臣女字字铭记在心。臣女的一切都是娘娘给的，入宫后自当时刻谨记娘娘恩德，为太后马首是瞻。至于那些不该存在的石头，臣女明白该怎么做，一切但凭太后娘娘做主。云小姐，你可认得此物？这玉，我娘说是我亲爹留给我的，说见玉如见人，让我无论如何都要保管好。你怎么会有另一半？你到底是？大小
姐，是老奴啊，老奴芸娘。老奴对不住侯爷，对不住夫人，更对不住您和小少爷呀！老奴罪该万死。芸娘，你慢慢说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母亲生产那夜，还有我弟弟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小姐，夫人当年怀的是双生子啊！生产那夜，夫人突然大出血，情况凶险，产婆说只能保一个。侯爷当时在边关，府里是2房夫人和3房夫人主持钟馗，他们逼着夫人做选择。夫人生下您之后，体力不支，第2个孩子是个小少爷，出生时气息很弱，哭声像小猫似的。2夫人看了一眼，就说这孩子活不了，让产婆处理掉。我当时是夫人的陪嫁，也是接生婆之一。我偷偷看了一眼，小少爷后颈上有一块鲜红的像火焰一样的胎记。夫人昏迷前死死抓住我的手，把半块麒麟玉佩塞给我，让我无论如何保住她的孩子。我趁着混乱，用准备好的死婴调了包，把小少爷裹在怀里，从后院的狗洞爬了出去。我想带他去找侯爷的旧部，可刚出城不久，就遇到了一伙来历不明的黑衣人追杀。我抱着小少爷慌不择路，摔下了山坡，昏了过去。等我醒来，发现自己被一个老猎户救了，小少爷却不见了。我疯了似的找，后来在猎户家不远处的草堆里发现了被裹得好好的小少爷，是老猎户的儿子上山打猎，无意中救了他，把他带回了家，以为是无主的弃婴。我不敢声张，怕追杀的人还在附近，只好谎称自己也是逃难的，孩子是我的。我求老猎户收留我们，就在那山里住了下来。我给小少爷起名叫征，是希望他像侯爷一样铮铮铁骨。那块玉佩我偷偷缝在他的襁褓里，告诉他这是他亲生父亲留的念想。胎记？你说弟弟后颈有火焰型胎记？有，少爷，靠近发根的地方有一块，形状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云峥，你愿意让姐姐看看吗？弟弟，是我的峥啊，是姐姐的弟弟啊！姐姐终于找到你了。阿姐，今日请各位族老、叔伯前来，是为了一件关乎云氏嫡系血脉、永宁侯爷传承的大事。诸位请看，此乃我云氏嫡系男子与生俱来的火云胎记，族谱有载，先父生前亦曾提起。此胎记与云娘证词、家传玉佩，以及当年母亲生产时双生子、其一夭折的旧事，皆可相互印证。眉眼确有几分像晴天年轻的时候。这胎记，老夫年轻时见过晴天背上有一块类似的，此子确系我永宁侯府嫡脉，晴天遗孤无疑。仅凭一个奴才的片面之词，一块不知真假的玉佩，一个胎记，就认定他是大哥的儿子，谁知是不是有人蓄意造假，图谋爵位？三叔若不信，可开棺验看我那夭折弟弟的遗骸，看是否成年，或者三叔有更确凿的证据，证明他不是。证据链完整，胎记为铁证，我等认可云峥为永宁侯云长天嫡子身份。按律，嫡子尚在，自当由嫡子承袭爵位。云清，侄女在。在你弟弟正式袭爵、成家立业之前，侯府一应事务暂由你代掌，务必要扶持幼弟，光大江梅。侄女谨遵族老教诲，定不负所托。云清，好一个云清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，竟然不声不响找回个野种弟弟。你以为找回弟弟，在族谱上正了名分，就能赢过我了，就能坐稳侯府挡我的路？我们的战场
从来就不在侯府这方寸之地。你的倚仗是那个来历不明的弟弟，而我的倚仗在宫里，在那至高无上的位置上。万寿节宫宴，云清，我们走着瞧。我会让你知道，谁才是真正能配得上那个位置的人。我会在万众瞩目之下，把你和你那个好弟弟一起踩进泥里。恭喜，总算了一家心事，你父亲在天之灵也该安息了。谢陛下，此事也多亏陛下相助，才能如此顺利从狱中提人。云峥身份已明，但若要名正言顺袭爵，还需朝廷正式下旨册封世子。朕可以立刻下旨，册封云峥为永宁侯世子，公告天下，绝了某些人的念想。但是，朕有一个条件。陛下请讲。万寿节宫宴，你必须出席。万寿节宫宴，太后、云瑶，还有那些虎视眈眈的朝臣和贵女们，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是太后和云瑶精心准备的舞台。我若出席，就等于把自己彻底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和算计之下。陛下，臣女刚刚和离，又寻回弟弟，此时出席宫宴，恐惹非议。你总要面对的，青青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难道你要一辈子藏在这侯府里，连宫门都不敢踏进一步？有朕在，无人可欺你。朕要你光明正大的站在朕身边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你是谁的人。他是在用弟弟的爵位逼我走出那一步，但云峥需要名正言顺的地位，我迟早要面对这一切。臣女遵旨。那天，朕会当众送你一份大礼，一份配得上你的大礼。陛下赐物，供云小姐宫宴所用。小姐，您看这花纹，这不是普通的缠枝莲。是凤凰，是凤穿莲花，这文案已阅制了，只有皇后、太后、公主可用凤纹啊！小姐，这衣服不能穿，这是要把您往死里逼啊！陛下他究竟想做什么？萧狠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把我架在火上烤吗？还是觉得这样逼我，我就不得不顺着你的意去争那个我根本不敢要的位置？你这按摩的手法比哀家宫里那些丫头都强，难为你有这份孝心，时常进宫陪哀家说说话。能伺候太后娘娘是瑶儿的福分，况且娘娘慈爱，瑶儿在您身边只觉得安心，就像在自家祖母跟前一样。万寿节的寿礼准备的如何了？哀家可是听说你为了那首祝后曲闭门练了许久。娘娘消息真灵通，瑶儿愚钝，唯有琴技还堪入耳，便想尽心尽力奏一曲为陛下贺寿，也为娘娘添些喜气，只是不知陛下是否喜欢。你有这份心便是好的。皇帝近日政务繁忙，心情，你若得空，不妨去御花园走走，那儿景致不错，清静，也偶有散心之人。是，瑶儿记下了，多谢娘娘指点。臣女云瑶参见陛下，不知陛下在此，惊扰圣驾，请陛下恕罪。无妨，琴弹得不错。陛下过誉，臣女拙气，只为万寿节略尽心意，能得陛下一句不错，臣女便心满意足了。尚可，用心了。
尚可，只是尚可。萧寒，你的眼睛难道就只看得到那个和离归家、声名有瑕的云清吗？我云瑶哪里不如他？我为你苦练琴功，费尽心思，你就这样视若无睹。今日皇帝万寿，普天同庆。哀家瞧着这些孩子个个精神，尤其永宁侯府的云瑶，前几日特意为皇帝谱了首新曲贺寿，哀家听了觉得清亮好听。皇帝不如让他当众奏来，与众卿同乐如何？臣女云瑶谨遵太后娘娘懿旨，酌取一首，恭祝陛下万寿无疆，福泽绵长。好。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云三小姐才藏绝世，不愧为圣经才女。好，瑶儿果然没让哀家失望。赏皇帝觉得云瑶这丫头如何？哀家看来模样好，性子柔顺，才华也出众，留她在宫中陪伴，时常为哀家和皇帝解解闷儿，弹弹琴，最是相宜不过。皇帝以为呢？琴技尚可。今日晚寿，朕心甚慰。另有一事，借此时机一并宣了。永宁侯云青天忠勇为国，战死沙场，其忠魂可昭日月。今查其嫡子云峥流落民间多年，现已认祖归宗，验明正身。云峥年少英武，纯孝忠良，颇有乃父之风。着即册封云峥为永宁侯世子，享世子俸禄，即日入兵部历练，望其勤勉克己，早日成才。陛下圣明，云世子少年英才，必能承继侯爷遗志。这枚盘龙佩，你收着。凭此佩，可随时入宫见朕。御花园东北角的绿梅，这几日开得正好，清静。若有空，可来赏玩。尝尝今春的庐山云雾，你应是喜欢的。那日宫宴吓着你了？只是有些意外，陛下当众赐佩，太过惹眼。如今外面怕已是流言纷纷。流言何时少过？朕既要留你在身边，这些迟早要面对。倒是你那日穿得太过素净，朕送你的衣裳不喜欢。那件衣裳太贵重，纹饰也不合规矩。臣女穿不得。规矩是人定的，凤仪宫一直空着，等它的主人。朕已让钦天监推算近期的吉日。朝中那些老臣这几日递了不少请立后选秀的折子，压力不小。太后那边也需要些时日。但青青，你信朕，朕既认定了你，便是你。这后位除了你，谁都不配。陛下，太后娘娘宫里的李公公来了，说太后娘娘突发头风，疼得厉害，指明要云小姐即刻过去侍疾。太后头风，自有太医宫女伺候。云小姐非宫中人，岂能随意侍疾？去回了就说。陛下，那是太后娘娘，凤体为何？臣女既是晚辈，前去探望侍奉乃是本分。陛下，臣女先去慈宁宫了。 ”
云氏，你可知罪？臣女愚钝，不知太后娘娘所指何罪？愚钝！哀家看你精明的很，勾得皇帝魂不守舍，当众赐配，邀约赏媒，把天家威严、祖宗礼法踩在脚下。你个和离归家的妇人，不安分守己，反倒狐媚惑主，败坏皇帝清誉，这还不是大罪？太后娘娘明鉴，陛下赐配邀约是君恩，臣女不敢推拒，也从未主动邀宠。狐媚惑主4字，臣女不敢当，更无此心。还敢狡辩？若非你蓄意引诱，皇帝怎会对你一个臣妻如此执着？甚至罢了，念你父亲有功，你也曾对皇帝有恩，哀家今日给你最后一个恩典。皇帝必须选秀，充盈后宫，开枝散叶。云瑶必须入宫，出凤为妃，这是哀家的底线，也是保全皇家体面、堵住天下悠游之口的唯一法子。作为交换，哀家可以默许，等云瑶站稳脚跟后，让你以更衣、彩女之类的地位，悄无声息地入宫。这是哀家对你最大的仁慈。若你执迷不悟，妄想那不该想的位置，或胆敢阻拦瑶儿入宫，哀家有的是法子，让你和你那个刚认回来的弟弟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永宁侯府那点见不得光的旧事，哀家可清楚得很。太后娘娘，臣女从未想过入宫，无论高位低位。至于云瑶妹妹能否入宫，位分几何，此乃国事，自有陛下圣心独裁，非臣女或任何人可以智慧交易。好一个陛下圣裁，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云清，你拿皇帝来压哀家，那我们就看看，在这大周朝，是皇帝的所谓圣裁大，还是祖宗留下的礼法大？是天子的一时私情重，还是这天下民心朝堂纲纪重？云清，咱们走着瞧，滚出去！瑶儿见过长姐，长姐刚从太后娘娘宫里出来，娘娘凤体可安好了？妹妹真是担心的很。太后娘娘凤体康健，不劳三妹挂心。若无他事，还请让路。长姐真是好手段啊，把陛下迷得神魂颠倒，连太后娘娘的话都敢忤逆。万寿宴上当宫赐配，真是好大的荣辱。长姐，你猜，若天下人知道陛下为了你这么一个女子忤逆太后，罔顾礼法，甚至想立你为后，他们会如何唾骂你？史官会如何记载？云家100年的清誉，会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痴心妄想而彻底毁于一旦？遗臭万年，父亲在九泉之下，恐怕都不得安宁吧？那便试试。小姐，您别吓我，太后和云瑶他们到底把您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不过是把所有的路都指给我看了。一条是踩着弟弟和云家的尸骨去争那个万人之上的位置，另一条是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永远离开这里，或者接受那份恩典，把自己埋进那赤人的地方，看着别人风光。小姐，我们走，我们离开京城，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去江南，去谁也找不到我们的地方。青兰，看来是到了必须抉择的时候了，逃或战，总要选一条路走下去。主子，云姑娘已安全出宫，太后娘娘在暖阁中训斥了姑娘近2个钟，云瑶在公道上拦住了姑娘，说了些话。朕知道，她选的路，朕早就替她选好了，也只能是那一条。回宫，该准备下一步了。云娘的下落可有进展？接生婆死后，线索断了，但老奴查到，当年夫人生产前后，有辆北境来的商队在侯府后巷停了几天，云娘有个兄长在那商队里做事。北境商队是，已派人去北境，顺着这条线查，只是时间太久，怕要费些功夫。那就多派人手，不惜银子。另外，裴玄和镇北侯的来往账目，审视那孩子的真实身世，还有他那些不义之财的来路，一并查清楚，越快越好。是。还有一事，姑娘之前吩咐要断了她和军中旧部的联系，名单上的人已打点大半，做得干净些，别让他察觉。姑娘，那批南阳来的古玩已按您吩咐取消和莫格后续交易，转去江南陇西卖，只是单方毁约要赔15万两，且彻底得罪莫格，是否再斟酌？不必，照做便是。陛下，
对不住，这条路我不能再让你替我走了，我自己的仗得自己打。听说你要同朕划清界限。陛下不该来此，夜探臣女闺房，与礼不合。礼，朕何时在乎过那些？青青，你在怕什么？怕云瑶的下场，还是怕太后的旨意？看看这个，他怎么在您这儿？朕从徐氏那儿拿来的，放心，他不敢声张。这东西暂且由朕保管。陛下，待你光明正大站在朕身边那日，此物自会公之于众，为你证明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青青，别推开朕，你选战，朕便做你最利的剑；你选逃，朕也会把你追回来。青兰在门外，似有急事，朕先走了。长姐这儿的兰草养得真好，妹妹那儿几盆总是蔫蔫的，改日定得来讨教。三妹今日过来，不只是为了赏花吧？果然瞒不过长姐，是有一事。太后娘娘日前召见，提点了几句，说万寿节将至，让各家适龄女子都精心准备，届时陛下可能会留意。妹妹想着长姐与程大姑娘交好，不知可知陛下近来喜好？圣心难测，我如何得知？三妹才貌双全，用心准备便是，陛下自然会看到。长姐说笑了，妹妹这点微末人色，怎比得上长姐与陛下相识于微时的情分呢？三妹慎言，陛下天威，岂是我等可以妄加揣测、随意攀扯的？此话若传出去，怕是有损妹妹清誉，更会连累云家。是妹妹失言了，长姐教训的是。那妹妹就不打扰长姐休息了。妹妹告退。姑娘，怎么了？你刚才可闻到长姐身上有何特别气味？似乎是极淡的檀香，或是她惯用的冷梅香。不，是龙涎香，虽然很淡，但绝错不了乾宁殿御用的龙涎香。姑娘是说，她果然和陛下有私？什么莫公子，恐怕就是陛下微服。小姐，三姑娘今日来的蹊跷，走时脸色也不大好，她会不会是发现了什么？她闻到了。什么？陛下身上惯用的龙涎香虽极淡，但她心思细又一心钻营，定然起疑了。那怎么办？她若宣扬出去，她不会无凭无据贸然宣扬，只会引火烧身。但她必定会去查，而且会从御嫔坊和莫公子入手，告诉于伯，御嫔坊内外近日多注意陌生面孔。还有，散个消息出去，就说御嫔坊新得了宫里的路子，专为内廷采办一种特制香料，所以东家身上偶尔会沾些稀罕香气。是，小姐，我们就等着他出招。以静制动，他不动，我们便不动。他若动了，便是他自己把脖子伸到铡刀下了。陛下夜闯闺阁，是否太过肆意妄为？朕来看自己未来的皇后，何来肆意妄为之说？这凤钗本就该属于你。陛下，这是皇后之旨，臣女受不起。您这是要将臣女置于炭火之上。炭火有朕在，谁敢烧你？青青，你还要躲到何时？
听好，第一，玉品坊与莫格的交易照旧，赔的钱朕补给你。第二，每隔3日，朕在玉品坊等你。第三，半月之内拿到和离书，彻底离开裴家。若你做不到，若臣女做不到，陛下待如何？亲自出手，逼死裴玄，让我背上克夫在家的恶名，还是强颁圣旨，让天下人耻笑您君夺臣妻？朕要你光明正大的走到朕身边，和离书是第一步。朕给你半月时间，是让你亲手了断过往。若半月后你还犹豫，朕便替你选。青青，朕的耐心有限，是你自己走上来，还是朕把你抱上来，结果都一样。3日后，玉品阁朕等你。站住！你这不知廉耻的贱妇，还有脸回来？婆母此话何意？儿媳回自己夫君家，有何不妥？呸！你还知道这是你夫君家？我问你，陛下御赐的牡丹金簪，你弄哪儿去了？是不是拿去私会野男人当定袖送了？婆母是说那只簪子，儿媳前些日子不慎摔坏了，心中惶恐，早已送去金玉阁修复，何来私赠可说？修复说的好听，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。今日不把簪子交出来，家法伺候！来人，给我按住这贱人！婆母既然不信，青兰，去我装匣最下层，把那个黄花梨露木盒取来。是。婆母请看，可是这只金玉阁的老师傅手艺精湛，不仅修复如初，还重新镀了金，色泽比原前亮了些。怎么，婆母连御赐之物都要质疑其真假吗？婆母无端污蔑儿媳清誉，此事改日儿媳倒要向父亲和族老们讨个说法。至于这家，儿媳实在待不下去了。青兰、青叶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回永宁侯府。你敢！你今日踏出这个门，就别想再回来！我裴家不要你这等不敬婆母的媳妇儿！求之不得。这暗杂地方，我一天都不想多待了。和离之事必须尽快。小姐，裴家那边传来消息，裴世子的伤烂得更厉害了，听说都生了蛆。徐氏求遍了京城名医，连太医署的顾元首都闭门不见。这会儿裴家已经乱成一团。顾元首不见，可是有人打过招呼。于掌柜说是宫里递了话，陛下他到底还是出手了。他出手是他的事儿，我们的机会也来了。徐氏爱子如命，裴玄就是他的命根子。如今命根子要烂了，他什么代价都肯付。小姐是说，不，等他来求，我们就被动，要趁他最绝望、最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亲自上门，把刀递到他手里，让他自己选。夫人，世子爷这伤毒已入骨，庸医耽误了，老朽实在是无能为力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，滚！给我滚！夫人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要不要再去永宁侯府求求少夫人？她与顾元首似乎有些交情。求他，那个毒妇，雪儿就是他害的，我就是死也不会去求他。夫人，夫人，少夫人，不是云大小姐来了，就在前厅。请她过来。云生，青儿，以前是娘不对，娘给你赔不是，你救救玄儿，你去请顾元首来，只要你能救他，你要什么娘都答应你。婆母说笑了，我已不是裴家妇，这声娘和青儿我担不起。至于救人，我为何要救一个曾置我于死地的人？你到
到底要怎样？很简单，签了它，按上手印，再把西街那2间铺子的地契给我，抵了我嫁妆的亏空，我立刻去请顾院手。你休想！你这是趁火打劫！我要告到官府，告你不守妇道，逼婆母和离。婆母若想去，尽管去，只是不知是您私放印子钱逼死人命的事情先查清楚，还是我这不守妇道的罪名先定下。对了，您猜若顾院守知道您如此对待求医之人，还会不会踏入裴家半步？我钱。地契，稍后我会让青兰来取。婆母，徐夫人，告辞。陛下，你有……看来青青并非全然不喜。臣女只是看看，夜深了，陛下在此不合规矩，请回吧。东西拿到了。什么东西？臣女不明白。和离书，给朕看看。此乃臣女私物，且与徐氏有约，暂需保密，不便呈于陛下。青青，别让朕说第2遍。从此两清，此物暂由朕保管。陛下，您怎能如此霸道？这是臣女的东西，还给我！你的东西，青青，你人都是朕的，何况一纸文书？此物放在朕这儿最是安全。待你入宫那日，朕自会将它公之于众，堂堂正正为你证明。朕饿了，为了等你这份和离书，晚膳都没用好。去，给朕弄点吃的来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璇儿，我的儿啊，你别这样伤了身子。我的身子？我还有什么身子？我是个废人了，废人了！都是云栖那个毒妇，还有你，你为什么放他走？为什么签和离书？我要杀了他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还有那个奸夫，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！阁老，此乃小女子无意中得知的一些有关永宁侯府大小姐云清的隐秘之事。小女子人微言轻，但觉此事关乎礼法纲常，乃至天家清誉，不敢隐瞒，特来禀报阁老明鉴。云三姑娘，你可知信中暗示之事非同小可，污蔑皇室可是重罪。阁老明鉴，小女子若有半句虚言，愿受任何处罚。那御品坊的莫公子行踪诡秘，气度非凡，与我长姐往来密切，绝非寻常商贾。且小女子曾在我长姐身上闻到我有钱宁辩才用的玉质龙涎香。阁老若真如小女子所疑，那便是有人罔顾人伦，觊觎臣妻，此风一开，礼崩乐坏啊！此事老夫知晓了，你且回去，勿要再对外人提起。若查证属实，老夫身为阁臣，绝不能坐视此等有伤风化、撼动国本之事发生。是，全凭阁老做主。小女子告退。
姑娘，不好了，柳家庄出事了。柳家庄是云峥他。云峥公子被柳家庄的人抓了，说他前日用弓箭射死同村的刘老三，人证物证都指着他，当场扭送进京兆府大牢。老奴打听到，进去没多久就动了刑。动刑？他伤势如何？具体不知，但京兆府那地方进去就得脱层皮。姑娘，这事儿蹊跷。刘老三死的时候，云峥公子明明在帮咱们铺子压货，人证咱们也有，可京兆府根本不让咱们的人开口。不对，这不对劲，是冲我来的，一定是冲我来的。他们抓不到我，就去动我身边的人。小姐，现在怎么办？咱们得救征少爷啊！更衣，我要入宫。哎呦，云姑娘，您这陛下已经歇下了，有事明日再来行不行？吴公公，劳烦通禀，云清有10万火急的事，求见陛下。今夜若见不到陛下，我就跪死在这儿。怎么回事？深夜闯宫，你不要命了？陛下，臣女愿入宫。你先起来，有话进来说。但求陛下先救我弟弟云峥，他被人诬陷入狱，正在京兆府大牢受刑，求陛下救救他。告诉朕，人在哪儿？朕带你去。阿正，走，别过来，走。不走，你不走。是阿姐来晚了，是阿姐没用。谁让你们动他的？谁准你们用刑的？人朕要带走，案子3日内朕要看到真相。若再有半分冤屈，微臣遵旨，微臣立刻重审，立刻放人。帮忙扶他出去，轻一点。真的是你，小姐。嘘，阿成，姐姐找到你了，以后再也不分开了。阿成，你醒了，觉得怎么样？疼不疼？渴不渴？我没事，多谢云大小姐相救。阿成，你看这个，这半块玉佩是我父亲永宁侯云啸留给我的。他说还有半块在我失散的弟弟身上。这纸上的征字是母亲画像背面写的，他至死都念着你。18年前，母亲怀你时遭人设计，早产生下你，产婆被人收买，把你偷走，谎称是死胎。父亲追查多年，只查到你可能被带往北境，托付给一个姓柳的军户家。你后颈是否有一道月牙形的胎记？
你是我阿姐？是，我是阿昭，我是你姐姐。对不起，是姐姐没能早点找到你，让吃了这么多苦。阿姐，让他说话。云清，不，少夫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徐氏逼我的，是他让我找人扮山贼绑你，再嫁祸给徐氏，好让世子爷休了你，扶正我。没想害我性命，那你找的那几个亡命徒身上为何都带着见血封喉的毒镖？沈妙云，到了这一步还敢狡辩？徐氏蠢，你毒，你们倒真是天生一对婆媳。可惜你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螳螂捕蝉，南黄雀在后。你安排的人早就被我的人盯上了，杀你太便宜你了，也脏了我的手。你不是一心想当世子夫人，想把裴家搅得天翻地覆吗？我成全你。这里面是你为我准备的好去处理那几个最下作的乞丐，现在我把他们赏给你，明日一早我会让人把你完好无损的送回裴家。不要，云清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轩哥儿的娘，世子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轩哥，你真以为裴玄会认一个野种当儿子？至于裴玄，你放心，他自身难保。带走。徐氏、裴玄，你们加之在我身上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讨回来，这只是开始。臣启奏陛下，现已查明，庆国公府徐氏以府中名义私放印子钱，盘剥百姓，利率高达5分，且以暴力追收，已害3条人命。此为苦主血书，账册凭证及证人供词，请陛下预览。裴玄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明鉴，家母所为，微臣实在不知啊，定是下人欺瞒。不知？那世子爷在边关时杀良冒功、贪污军饷之事也不知吗？还有，你枕边人沈氏所生之子究竟是不是你的种，你也不知。带人证。此人乃沈氏远房表兄，他供认与沈氏早有私情。沈氏嫁入裴府前已怀孕，为掩人耳目，匆忙下嫁。魏杆生辰提前2月，实为足月生辰。陛下饶命，小的所言句句属实。魏杆他真的不是裴世子的种啊，是云清，是那个毒妇，是他陷害我，他和奸夫一起害我。冥顽不灵，拖下去。传旨，庆国公裴远教子无方，纵容妻妾，即刻夺爵。裴玄数罪并罚，革出世子之位，与徐氏一同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沈氏混淆血脉，罪加一等，判流放3000里，永世为奴。小姐少爷，宫里传来消息了。阿姐，大仇得报，你可开心？裴家已倒，再无阻碍。朕已说服安国公、程老尚书等几位重臣，他们愿支持朕立后。陛下厚爱，臣女感激。只是君夺臣妻的污名，太后娘娘的反对，朝野的非议，这些不会因为裴家倒了就消失。臣女怕连累陛下清誉。朕若在乎那些，当初就不会逼你合礼，更不会等你至今。青青，你在怕什么？我怕这深宫终究是牢笼，怕有朝一日色衰爱弛，怕自己变成自己都厌恶的样子。陛下，您给的是皇后的尊荣，可臣女要的或许只是云清二字。跟朕去个地方。陛下，不可！云书在上，晚辈萧狠。今日前来，非以帝王之事，而是以晚辈之心。晚辈真心求娶您的女儿云清为妻，愿以中宫之位相聘，以余生相护。
此生唯娶云清一人，绝不再纳妃嫔，必珍之重之，信之爱之，绝不负得。若为此事，天人共弃，请云叔放心，将青青交于我。陛下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青青，前路荆棘，朕已亲手为你劈开，你可愿信我这一次，与我同行？抬起头来。你倒是好本事，一个和离归家的妇人，竟能勾得皇帝为你神魂颠倒，不惜在朝堂上力排众议，甚至跑到你父亲坟前立内等荒谬誓言。你可知“君夺臣妻”四字，实笔如铁，会让他背上千古骂名。太后娘娘明鉴，臣女与裴玄已和离，有官府文书为证，早已不是臣妻。与陛下相识，亦在和离之后。臣女不敢担狐媚惑主之罪，更不忍见陛下因臣女而清誉受损。若娘娘认为臣女是陛下之污点，臣女愿立刻离京，永世不再见陛下。你倒是会以退为进，皇帝为你做到如此地步，哀家若强行阻拦，反倒伤了母子情分。但是你想入主中宫，母仪天下，可以，但你要向哀家、向满朝文武、向天下人证明你有这个资格、这个本事。3个月内，你若能妥善解决一桩宫中积年旧怨，让哀家看到你确有统御后宫、化解干戈的智慧与胸襟，哀家便不再反对。若不能，皇嫂，哦不，云姐姐，你别太担心了，母后就是嘴硬心软，她出的题肯定难不着你。殿下可知是哪桩积年旧怨？好像是先帝爷时的李太妃和张太妃，他俩当年为了先帝赏的一对匪镯子吵翻了天，先帝在时都没调解好，后来就老死不相往来了，住在东西2头宫殿，几10年没说过话。那对镯子啊，是南边进贡的，水头极好，一模一样。先帝原本让李娘娘和张娘娘自己挑，谁料送东西的小太监传错了话，让2位娘娘都以为先帝把更好那只私下许给了对方。唉，都是年轻气盛，又都家世相当，谁肯低头？就这么杠上了。后来先帝也烦了，懒得管，这疙瘩就结下了。这画怎么会在这儿？臣女云清见过李太妃、张太妃，扰了2位娘娘赏画，是臣女的不是。是你安排的？是。臣女奉太后娘娘之命学习处理公务，听说2位娘娘因旧事有些隔阂，就想或许能帮上一点。这幅画是臣女在藏书阁旧物里找到的，见它保存的仔细，就挂在这儿，盼着有缘人能看见。臣女小时候也常跟父亲赌气，为1、2句误会，能好几天不说话。后来父亲走了，才明白，有些时候，有些人错过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争一时义气，伤人也伤自己。都几10年了，正因为过了几年，那些误会早模糊了，剩下的只是自己心里过不去。2位娘娘陪先帝多年，情分哪是一对镯子、一句传言能抹掉的？先帝若在天有灵，见你们这样，怕也要叹气。姐姐，这些年你可还好？说起来，云姑娘，哦不，该叫云大小姐了，真是好福气。虽说先前遇人不淑，如今得陛下看中，日后前途无量啊。只是中宫之位非同小可，得德行无亏，才配做天下女子的表率。夫人过奖，云清确曾遇人不淑，但天理昭昭，善恶有报。过去的事成了今日的镜子，提醒我珍惜什么，担当什么。至于德行表率，我不敢说多好，只求待人以诚，处事平心，上不愧天，下不愧人。夫人觉得呢？
渭水的内侍马上下去救人，快！青兰，拿我的披风来。你去太医院叫当值太医，其他人往后退，别挤，留出通道。好了好了，不怕，没事了，太医马上就到。备热水和干净衣裳，扶郡王妃去厢房歇着。池边华，各位夫人小心脚下。多谢云姑娘，多谢您救了侧儿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阿哲长大了，成家了，咱们的家又立起来了。阿姐，这杯酒，敬你。没有你，就没有今日的云州，没有今日的永宁侯府。阿姐，你记着，永宁侯府永远是你的娘家，是你的底气。无论何时，弟弟都是你的后盾。好，阿姐信你，往后与韵儿好好过日子，把咱们侯府经营得蒸蒸日上。夫君，韵儿，今日在厅上说的话，字字出自肺腑。阿姐半生飘零，吃尽苦头，如今总算苦尽甘来。日后我必要让她在宫中也有十足底气，不受半分委屈。我明白，姐姐待我们恩重如山，我们自然要一心一意待她。夫君放心，我会帮你打理好侯府，让姐姐无后顾之忧。这个月，李太妃和张太妃一同去御花园散步了3回，昨日还相约去佛堂诵经了。宫里上下都说云姑娘真有本事，解开了这桩几10年的老疙瘩。另外，上次赏花宴后，不少老王妃、国公夫人私下里都对云姑娘赞不绝口，说她沉稳仁厚，有母仪之风。传哀家的话，皇帝立后之事，哀家准了，让他择吉日颁诏吧。是。众卿所请，朕已知晓。太后娘娘亦应允传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永宁侯嫡长女云氏，降中华祖，秀玉名门，性秉温庄，笃贤礼法，柔家臣姓，书审持公，兹养成慈玉，命以册宝，立尔为皇后，正位中宫，母仪天下，钦此。臣女云清接旨，谢陛下、太后娘娘隆恩。谢主隆恩。陛下，卿卿愿与你携手，看着江山如画，共守盛世长安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这支钗终于能名正言顺地戴在他主人头上了。陛下可还记得当初在御嫔房您强塞这钗子给我时，我说了什么？记得，你说留给您的皇后吧。现在你就是朕的皇后，朕唯一的妻。这一生幸得有你，青青。这一世幸遇陛下，愿与君同心，共守着万里江山，清明盛世，岁月长安。